为什么要讲涌现？因为我自己相信啊，就这个东西暂时不是一个科学证据，但是我自己相信，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都是涌现出来的啊，所以你不用有什么人类中心主义的想法，你不用觉得人的灵魂啊、思想啊有什么独特性，可能最后没有什么独特性。那么，什么叫涌现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在物理学、生物学、脑神经科学、人类社会学领域都会碰到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系统规模越大，多样性越丰富，规则越简单，你就可以看到它从简单系统自然跃升到一个复杂系统，还有非线性增长啊。比如说举个例子，生命诞生之初，地球一开始就是一锅原始汤啊，这个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无机质分子。那么十几亿年的演化条件，然后地球下过几亿年的暴雨，然后电闪雷鸣，在这些化学催化下，你就发现这些无机分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慢慢涌现出了大分子蛋白质。然后大分子蛋白质本身它对化学物质是有偏好性的啊，就吸引一些物质，排斥一些物质，然后从里边就涌现出了生命的新陈代谢。这个过程你事后看起来就好像什么呢？那边堆着一堆零部件，然后自动变成一个机器人。这个过程居然就是这么自然发生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发现人类可以在工程学上复现。就比如说这边这个就是1960年代美国科学家然后做了个实验，就他模拟那个地球原始汤的那个成分，然后放电，然后给一些这个相近的反应，然后大分子蛋白质就自动涌现，生命的雏形就自动出来。就这个过程，虽然你不能像上帝那样创造生命，但是你可以用工程学的方式复现这个过程。好，那接下来对生物学来讲，生物的进化也是一样的。就如果你只停留在单细胞生物的层面上，单细胞生物啊，如果你是一个细胞，你是可以永生的。癌细胞就是永生的，癌组织是永生的。但是我们最后发现，细胞没有全部癌化，细胞选择了分工，有些分化成生殖细胞，有些分化成神经元细胞，有些分化成其他的。而一旦分工之后，我们发现多细胞生物可以出现很复杂的现象，你可以出现器官啊，你可以出现这个大脑啊，然后族群智慧，对吧？就是蚂蚁单个个体行为非常简单，但是一旦规模大到一定程度，这个群体看起来就好像有智慧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计算机里边还有一个算法，就是这个寻路那个优化算法，实际上就是模仿蚁群的这种算法。然后人的大脑、智能和意识，就是我们的智能和意识可能都是涌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神经元细胞本身，单个神经元细胞只是负责信息传递，但是当神经元细胞的数量足够多，规模足够大，大脑就自然变聪明，智能从里边自然浮现啊。比如说这篇论文啊，这个他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意识可能是怎么涌现出来的。我们神经元细胞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它一波一波的形成韵律，就好像现场各位啊，如果是在看一个球赛的话，你情不自禁的站起来欢呼，然后你跟邻座的那个欢呼形成了一个波浪。那么这篇论文讨论的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波浪，我们神经元细胞在传递信息时候这个波浪，它可能就是我们有了一个感觉，我们有了一个念头，我们有了一个情绪，还原到那个最基础上，就是神经元细胞这一波传递这么一个波浪。那么主观意识也可能是涌现出来。这篇论文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
他认为我们的关于自我的理解，关于主体性的理解，可能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在计算时空关系的时候涌现出来的。比如说我是一条蜥蜴我面前飞过一个苍蝇，我拿舌头去追那个苍蝇。那么你的神经系统这个时候你要计算这个苍蝇的体现量，对吧？你要算它的时空关系。好的，我们神经系统在计算这个任务的时候，它会自然而然发现有两个不同的系统，它要去处理。第一个是它能够控制的部分，就我是蜥蜴眼睛、舌头我能控制。第二个是它控制不了的部分，苍蝇怎么飞，它控制不了。前者之中涌现出我们关于自我主体意识的理解，后者之中涌现出我们关于客体世界的理解。就是只要我们的神经元细胞足够发达，数量足够多，然后你在处理这个计算的时候，这两个东西会自然涌现出来。大模型也是这样，就是你今天对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稍作理解的话就知道了，对吧？22年的时候，当时在 OpenAI， 现在刚去 Meta 的 Jason Lee唯一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具体题目我忘了，大概意思就是大语言模型的智能来自于涌现这个涌现的直观表征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scaling law。scaling law 简单来说就是越大越聪明就这篇论文这张图专门引这个东西，就是当这个模型的参数就是那个 training flux 从10的22次方一下子增加到10的24次方的时候，它是突然变聪明，就是它去回答这个问题。你看，比如说这张图，对吧？它本来得分只有20来分，不到30分，然后这个规模一上去，突然就到70分，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工程学上可以实现。所以这就是 scaling。而且我跟很多物理学家聊过，他觉得这个事儿我们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间线，就是我们并没有破解思维的奥秘，我们并不知道大脑是怎么运作的，但是我们把这个东西从工程学上给实现了。这个在人类技术史上也是常见的。就今天物理学家他说，其实自行车是怎么跑起来的，这个物理学的解释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工程上现在的实现。人的大脑怎么运作的，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但是各位都可以生孩子，对吧？生物工程学上你可以把这个大脑做好。所以大语言模型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今天依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规模越大，然后就能涌现出智慧，但是我们工程学上怎么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大语言模型，因为很多人对这个东西有误解，他觉得大语言模型还是在处理理性的东西，处理逻辑的东西，处理计算的东西。但是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它的智能不是来自于你的编程，然后对数学的那个理解，然后对逻辑灌注到这个程序里面，它的智能来自涌现。那么它能够处理的，就是凡是能够用语言表达的，它都能处理。就是诗歌、文艺，然后这个小说然后谈恋爱这些东西，它都可以处理。就是所以我在这儿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叫什么呢？就是当然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不可说的，对吧？神秘主义的东西、玄学、冥想，它不可说，它可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东西 AI 现在处理不了，但是可以说出来的AI 都是可以处理所以就是第一个概念涌现，为什么要讲涌现？因为我自己觉得涌现我再强调一点，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背后的科学原理到底是什么，它不是牛顿三定律，也不是爱因斯坦三方程，就是你可以知道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涌现背后的科学原理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只是总是能够观测到这个规律，规模越大，多样性越丰富，规则越简单，你就发现非线性增长，你就发现这个系统变形。当然，在座的各位都是深圳人，对吧？在座的各位最亲身经历的一段涌现是啥？
改革开放，对吧？就是你不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时候，你是个简单型啊，只要大家对吧，这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涌现出多少东西，对吧？所以人类的社会系统本质上也是这样。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就是我个人相信，就是这是我个人观点，也没有科学证据。我个人相信我们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就是 AGI 将来可能也是会涌现的。超级人工智能将来也是可能会涌现出来，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涌现到底是要多大的规模，什么时间点发生，这第一个概念叫涌现。好，你大概知道这个技术这个底层的东西了，就是，但是我相信大家可能更感兴趣一个事儿，就这个技术到底对我们社会有啥影响，对吧？我也不指望我去做人工智能研究，但是它怎么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啊，这个事儿呢，其实，这是我们那个技术史研究者的这个本职工作，因为，做技术的人其实不太了解这个技术会怎么影响社会，他也是靠感觉。但是我们技术史呢是专门做这个事儿，就是，简单来说呢，我们的研究思路就是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物理系统或者是一个数学系统，它背后有些数学公式，啊，就是你如果找到这个数学公式。你可以把那些噪音抹掉，可以把那些表面的那些浮光掠影的东西扔掉，然后你去长期的去做这个历史观察。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中世纪啊，你要观察人类最简单的数学公式是什么？马尔萨斯线性，对吧？就是你的粮食是线性增长，你的人口是指数增长。啊，所以一旦线性增长和指数增长之间出现差的时候，那就必然会有战争、瘟疫、起义，然后这个等等这些东西，啊，就是你用这个观念就知道，没有一个朝代能长治久安。这古代社会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你不管你回去的是对吧？假设你今天穿越了，你回去汉朝、唐朝，啊，你不用看哪个皇帝提了什么玩意儿会怎么样。你就看当时的人口和土地承载力，你就可以算出来，我现在处在什么年代，接下来的啊，到底是这个崛起时期，还是朝代崩溃时期？啊，你只是不知道接下来造这个事儿的人到底是李自成还是张献忠，啊，到底是宋江还是冯范，但是你可以算出来能发生什么。这是我们科学史来研究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那么，对于今天人工智能来说呢，这个数学关系已经出现了。它是怎样的呢？我这里简单的来讲一下，就是这个技术现在的原理。大语言模型它有3个核心概念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叫 tokenize， 就是把我们的语言转化成 token。token 呢是一个最小的单词，就意义单语。就这个它的意义是唯一的，就没有办法再细分了。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对吧？英文 prediction，pre 是一个 token 钱 ，dict 是一个 token 说 ，prediction 提前说啊，就是预言，对吧？所以它是2个 token。OK， 你分解了 token 之后，第2个概念叫 embedding。embedd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 token 你给它一堆向量，你可以想象就在空间中。给每一个 token 一个定位。那么大语言模型去看这些 token 的时候，它没有理解每个 token 的意思，但是它可以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地图里面去理解 token 和 token 之间的距离。比如说，大语言模型不理解男人和女人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发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距离跟国王和王后之间的距离是相似的。那么他就认为这2个词之间的意义差是相似的。他是用这种方式来理解 token 和 token 之间的关系，然后进而理解一门语言。那第3个叫 atten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他知道他的 attention 注意集中在一些地方，放弃另外一些地方的时候，它的准确率反而会提升。这个叫 predictless token 我们今天大语言模型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运作那个原理。那么基于这一点，我们
可以把大语言模型理解成一个用生产以语言为载体的智能的机器。人类也是一个生产以语言为载体的智能的机器。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算一算这两个机器之间的效果。比如说，作为人，我现在正在生产智能，我正在输出智能，我给大家讲课嘛，对吧？我生产智能的效率大概是1分钟200个 token， 就我不管是说话也好，我写作也好，差不多就是150个单词左右，就是1分钟200个 token。我一天16个小时不停，我输出上限差不多是20万个 token。大语言模型生产100万 token， 第一只要1秒钟，第二更要命，只要1块钱，对吧？这第二点是最要命，只要你的老板还在算你的工资，只要你的老板觉得你的价值还是可以用金钱衡量，你就知道会发生。而且我们刚才算的是数量，没有算质量。质量上来讲 ，ChatGPT 5 benchmark 就是我们给他出一个卷子，假设让他回答的话，他已经达到博士毕业生的水准。人类受过教育的群体里边，有博士学位的不到1%，也就是说，他已经超过了90%。情商，24年到25年，所有主流大语言模型都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就大家都知道图灵测试是啥，对吧？就是前面一个人一台机器跟他聊天，你分不出来哪个是人哪个是机器。24年到25年，所有大语言模型都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所以现在你在面对着一个价格比你便宜几千倍，然后智商相当于博士，然后这个情商跟正常人没有区别，这么一个东西，你自己想想，哪有很简单，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当然你说为什么这么牛逼，我还没觉得它很有很多应用呢？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就是技术，一项技术怎么改变社会，就是它本质上不是个技术本身的问题，它本质上是个社会工程学问题所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20年前，当乔布斯抛出 iPhone 的时候，这个数学关系在那一刻已经成立了，就是你得到了一个接入互联网的成本大概是原来的1/10，然后每天能够陪你10小时以上的终端，那个数学关系在那一刻已经成立了，你只是花了20年的时间看到它在社会工程学上的种种展开。你看到了社交媒体，看到了电商，你看到了移动支付，看到了短视频，他们只是花了20年的时间徐徐展开了。所以今天是一样的，这个数学关系今天已经成立了。注意，我没有讨论未来的科幻世界，我没有讨论 AGI。就今天这个数学关系已经成立了，它比你便宜几千倍，只是你要花20年的时间看着这个事情徐徐展开，仅此而已。那么，当然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判断就是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东西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复杂的一些这个应用和工作流的推演。我觉得我们已经观察到的3个方向就是第一，所有传统公司的工作流可能要围绕 AI 重新展开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国企的内部会议这个企业大家也都熟悉，我就不说名字了，就是他们市场营销部90%已经被裁员了，因为现在这个 AI 去做市场营销该做的一些事儿，对吧？就是文案然后视频图片这些物料，成本非常低，而且非常简单90%的市场营销部被裁员，但是他们是不是要裁掉市场营销部不是这样
因为你的供应侧的这个东西起来了以后，就是这个企业，比如说还有100-200个产品，但是呢，你的用户心智就得行，你的产品越多，你要抢占用户心智的难度就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他们做一个什么事情？以市场营销部在前线观察到的用户需求和用户痛点，你要直接传递给后边的研发部。就是你研发部门不能再按照你原先技术人的那个思维去想，哎，我又优化了多少效率，我要让这个效果增加了多少，这些东西没有用啊！你要市场营销部告诉你，今天用户的痛点其实在这里，你在这儿做一个改善，其实它感受的提升是最大的，你就直接不能这么做。你要缩短工作。你想象一下，就是对于一个国企来说，对吧？这里边有多少部门要被换，多少部门要被合并，你的 OKR 要重新算，然后你的管理层，对吧？挺难的一个事儿，但是不能做。我们的这个老总学闭门会上直接说，所有高管今天开始不学 AI 啊，至少给我用 AI 懂得怎么做一个视频出来啊，不学的人现在留不开。就是对吧？我不跟大家开玩笑，这些事情都是现在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还觉得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那我觉得你的工作机会真的太好了。然后那个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叫 AI native 的 coworker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定要现在开始玩 AI， 而且知道怎么跟 AI 协作啊。这个事情其实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AI。你跟他是合作越深，你会越觉得用好它的方式不是把它当一个工具，而是把它当一个合作者，一个同事啊，就是你要给他交代的工作环境，然后任务流程，然后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你的资源分配交代的越细，他完成的越好啊。所以你像今年美国这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应用层公司 Scale AI。然后为什么这个它的那个股价涨得特别快？就是因为它正在向传统企业输出会用 AI 工作的这批人，他派工程师直接到底层去教这些传统企业，其实你应该这么做 AI 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同时改造这个传统企业底层的数据库，然后给它做标注，然后给它做信息等等等等，就是 AI native、AI 原生人跟 AI 协作。第三个趋势，一人公司，就是今天真的是你可以做到一个人，因为像 AI 编程这些东西今天已经成熟了。我作为一个从来不懂编程，我完全不懂编程，我拿 AI 写了3个程序，就是你自然语言你跟他说，这个事儿就可以实现。所以你可以做什么呢？上次我在深圳就碰到一个年轻女孩，她在做艺人外贸公司。就是他一个人在 AI 的帮助下去亚马逊爬那个热门商品，去找个用户痛点，然后呢去做那个分析，分析完了之后，对吧？就是你到旁边那个宝安也好，东莞也好，你去找厂家，然后你把这个商品拿到啊，然后你设计怎么样做出来，然后你再去 AI 翻译联系 KOL， 然后这个 AI 去给你做这个市场营销方案，做推广操作的东西，一个人搞定，一个人以后就是一家外贸公司。3个方向，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社会、工作、经济，然后公司这些东西会被怎么改变啊？然后，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是现在的 AI， 我们刚才说了，它的基本数学原理叫做能够廉价的提供智力服务。那么你就可以把现在提供智力服务公司，按照供应链的这个方式来理解啊。你比如说一个移动互联网公司，对吧？你有前端、后端，你有产品经理，然后你有 UI， 你有设计师，你有市场营销，你有法律、资金等等这些，其实你就看到是供应链。第一，这个供应链上门槛越低的，越容易被 AI 取代，因为难度太简单。第二，有些工作虽然门槛很高，但是你的价值很高，你也会被 AI 取代，因为 AI 公司替代你有钱赚。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以来硅谷大量的程序员上，就这个事情 ，AI 替代程序员，可以让你公司的报表更好看，可以去给投资人展示。这就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当然，这里还有一些跟那个制造业相关的东西，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然后，所以就是总的来说的话
人类凡是能够跟智力活动